大家好，我是何老师。我最常面对的是，比如说在社交媒体针对一些新闻或者是一些时事评论，如果我留言了，哪怕我的留言并不是对别人进行人身的攻击，只不过是表达我的想法，但是这些不温不火的这个想法或者是自己的心得，最终还是会被别人做人身的攻击。人们最常攻击的就是说我像罗家英，或者是说我这个光头的，或者是长得那么难看的光头佬。或者他们会说这光头大叔，用这种嘲笑的方式来回应我。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的回应呢，到底他是在称赞我还是在夸我呢？其实呢，我不觉得这是一种很恶毒跟很负面的攻击。为什么呢？我反而觉得这是一种很高的赞美，对我这个人呢有很高的这个认同。你看一看，比如说这个威廉王子，他也是光头，也是很好看。你看这个谷歌的 DeepMind 的执行长Demis Hassabis， 他也是光头，也是很好看也是智商很高的一个人后来呢，我就经常在社交的媒体里面呢经常看到人们讨论，特别就是男人跟男人之间的互相的调侃。他们很多呢都是害怕的不是白头发，反而是他们的容貌焦虑呢，竟然是害怕变成秃头或者是掉头发。所以呢，他们有的时候会拿来嘲笑，就说要是让他们选要么就是变肥，有一个很大的肚腩或者是变成秃头，他们全部都说情愿自己变肥或者是情愿死掉，都不要变成秃头。所以呢，就是那么的一个容貌的焦虑。我想可能我的出现呢就让别人呢感觉到这一种呢被投射出去的阴影，让他们认为是一种洪水跟猛兽般的害怕还有憎恨所以秃头呢这件事情呢，真的是一个让很多男人觉得不管怎么样都是很害怕。那么当我有头发的时候呢，他们就说我像谢天华。后来呢，我没有头发的时候呢，也有人说我像谢天华之后呢，又有人说我像另外一个香港的这个演员暂时我就忘记他的名字了。不过我真的要谢谢他们，那么看得起我。你看他说的每一个都是巨星，每一个都是很厉害的人。话说有一句话就是10个光头9个富，这不是在夸奖我吗？难道是在损我吗？即使呢我当了一个中医师，我有头发的时候，有些病人看到我就说，哎，这人太年轻了，应该是医术不怎么样，还是不要找他看。后来呢，我没有头发了，他们就说，哎，这人挺可怜的念中医念到没有头发了，头发都掉光光了，看来应该是不行了，不要去看他这个不厉害的医师。再后来呢，我有一点年纪了，就现在已经是46岁了因为我开始就是使用药膳来养生，看起来比以前更年轻更有活力。他们就说，哎，这何医师看起来太年轻了，样子太年轻了，还是不要去看他。所以呢，无论怎么样呢，跟着别人走都还是很惨的。那么如果呢，我不把全部头发剃光呢反而又看起来像日本的妖怪河童如果把头发全部剃光呢，他们就说这个人呢念中医念到最后呢，好像变成一个和尚了这太可惜了。诸如此类的各种各样不同的评论到底呢，我们是要被别人塑造成为他们心目中要的中医师呢，还是呢，我们最终呢活出了自己想要的样貌呢？我们只是在没有了头发的一个情景之下呢，还是活得好好的，活得很自在的。那么我说到了这个中年呢，我们在面对镜头的时候分享自己的生活这些我想呢，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